很多外语学习者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我猜啊，你也在其中。很多人以为只有你长期住在一个正好说的语言就是你正在学的那个语言的国家，才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在我看来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呢，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在学中文的过程中，只去过中国一次，也只待了3周的时间。3周能学啥呀？对不对？所以在这期视频里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秘诀，也就是怎么营造语言环境。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正式开始这期视频的内容之前呢，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如果你看到最后发现这条视频对你有用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谢谢你们，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接着拍视频最大的动力。好的，那营造环境3步计划如下。第1步，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大量的听力练习。第2步，休息的时候只看目标语言的内容。第3步，也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步，其实这个呀，我要留到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样给这条视频带来点神秘感，怎么样？烦死了！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首先啊，我们来说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大量的听力练习。哪怕你再忙，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你每天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练习听力，很有可能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我给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上下班的路上的时候可以听啊，上学放学的路上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听啊，你做家务的时候可以听啊，你一个人自己喝咖啡的时候也可以听，然后最后大不了你洗澡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干脆买那种防水耳机，或者是买个浴帽也行，对吧？总之，怎么能利用碎片时间非常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学外语并不是那种你非要专门抽出2个小时坐在那儿学习才能学会的。小习惯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啊，你多想想你每天有哪些碎片时间可以用来练习听力。假如说呀，你每天能多找出1个半小时来练习听力的话，那么1年后你快多听了550个小时的时间，那么1年下来你的进步会有多大，可想而知。第2步跟第1步的思路差不多，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大部分人休息的时候不是在看油管视频，就是在网飞上追剧，对吧？那么我想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你干脆从现在开始再不看英文或者是你的母语的内容了，你在休息的时候专门只看目标语言的内容，这样的话你会学得非常快。我保证啊，只要你坚持的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么效果就会像第1步一样惊人。好的，那我们顺利到了第3步，也就是神神秘秘的这一步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之前啊，我得给你们打一个预防针啊。我真的不是个疯子，我发誓我真不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第3步就是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但是你听到最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每天自己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内心对话，也就是跟自己有一种对话，对吧？就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边琢磨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在脑子里边有一种对话，说：“哎呦，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或者是你在约会的时候，你女朋友还没来，你在那儿等着，你就会想：“哎呦，她怎么还没来呢？”等等。其实我们每天遇到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多。那么，如果你能想办法逼迫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只用目标语言去进行这种内心对话的话，那么你别说什么外在环境，你连内在环境都有了，对吧？我估计啊，在这儿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想，哎呦，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你别着急，这很简单啊。
你就是得养成一个自言自语的习惯。你每天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想法用目标语言说出来。就比如说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想上厕所，你就说哎呦，我得去上个厕所。或者是你自己琢磨问题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等等。就是你把所有的这种不同的情况开口说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一来二去没过多久，你的脑子自然而然就开始用目标语言去思考，你的内心对话顺利转成目标语言。好的，那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对你有用的话，那么请你点个赞，留个言，还有订阅，然后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